男人自幼习武，精通各种格斗技巧，在7个不同流派都有着黑带头衔。他就是有着黑人李小龙之称的老黑，可因为一次拳赛出手过重，被判入狱2年。就是这样的一位狠人，还有不知死活的小卡拉来找他麻烦，他本来不想理会，可胡子哥一直骂骂咧咧。老黑缓缓转过身来，这下他们不乐意了。等他数到3的时候，胡子哥率先动手，却遭反杀，跟着一记神龙摆尾放倒在地。其他小弟见状一拥而上，可他们根本不是老黑的对手。最后一记不孕不育脚，外加一个回旋踢解决战斗，老黑一战成名，从此无人敢惹。2年刑期转眼过去，出狱后的老黑租了一间房子，打算过些平静的生活。晚上他来到附近的街区，这里每天都有地下拳赛，获胜者会有高额奖金，这让老黑有些心动。这时过来一个男人，此人正是当地的黑老大丧彪，他的拳手是个500斤的彪形大汉，人送外号黑蛋，听说曾一拳打死1头牛。黑蛋的对手是强哥的拳手光头。很快比赛开始，光头上去就是一炮子，自己却疼得要命，紧接着一脚又被挡下。此时黑蛋开始反击，一记直拳击中面门，跟着一脚彻底放倒。可黑蛋并没打算放过对手，骑在他身上一顿猛砸，直到强哥阻止才放过了他。强哥也因此输了1万马内。郁闷的他回到车上，老黑却突然出现在后座，强哥当时就吓尿了，连忙伸手拿枪。老黑却说自己想和黑蛋打一场。强哥表示黑蛋从不打无名之辈，并且安排拳赛也需要马内。于是老黑掏出定金，让他随便安排一场比赛，赚到的钱他们5-5开。强哥不由得心动了，很快就为他安排了一个对手。小卡拉率先出手，被老黑一个后踢腿踹开，接着就是一脚解决战斗，全程不到3秒，比赛就结束了。而强哥也见识了老黑的实力，想要跟他长期合作。第2天，强哥又带他来参加比赛，这晚的对手是个大金牙，老黑也不惯着他，躲开一拳直接撂倒，金牙都被打掉1颗。强哥见状兴奋不已，叫嚣着要1打2。光头听后很是不爽，又派出了2个小咖拉，帽子小哥还想偷袭，结果被老黑一脚踹倒。另一人过来，老黑直接一个过肩摔，跟着锁住他的胳膊，一个翻滚起身将他压在身下，扑哧一下小咖拉当场残废。光头输了比赛开始耍无赖，说什么也不想给钱。老黑看他不给就自己去拿，只见他左一拳右一脚，只要有人想靠近，老黑通通将他们放倒。最后一个腾空4连踢，小咖拉全部亚健康。光头还想掏枪，被老黑一把夺过，对着光头就是一炮子，拿走了属于他的奖金。此后老黑是屡战屡胜，经纪人强哥也是赚得盆满钵满。而老黑之所以这么拼命，是因为他想接近黑老大丧彪。由于他的比赛十分精彩，所以很多人给拍下来，其中一段视频正好被丧彪看到，这也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于是他找到经纪人强哥，提出派人和老黑打一场，强哥也欣然接受。而丧彪的拳手正是黑蛋。很快比赛就开始了，黑蛋上去就是咔咔几拳，都被老黑轻松躲过，还抽空踢了他的脑袋一脚。愤怒的黑蛋继续发起进攻，结果又被老黑2脚给踢翻。紧接着老黑打了一套组合拳，跟着飞起一炮子，外加一顶膝，最后一记飞踢收尾。黑蛋当场倒地不起，老黑轻松拿下比赛。丧彪也主动上前示好，并邀请2人来家里喝茶。此时丧彪说出了他的目的，他想让老黑帮他打一场拳赛，对方是一个名叫卷毛的拳手，只要他能赢得比赛，就能获得100万美刀。老黑表示自己要考虑考虑。为了让老黑答应下来，丧彪不惜让自己的女友翠花去劝他。2人来到房间，老黑突然掏出一张照片，此人正是他的狱友铁柱，也是翠花的丈夫。原来他和铁柱在监狱时关系很好，而丧彪为了得到翠花，派人在监狱里将铁柱杀害。铁柱临死前让老黑照顾他的妻儿。老黑接近丧彪也是为了救出翠花。随后老黑想把翠花带走，但丧彪并没阻止，以为老黑答应了他的条件。老黑找了个地方将翠花安顿好，刚回到住处，丧彪就找来了，问他什么时候能打比赛，但老黑却表示从来没答应过他。丧彪当时就怒了，丧彪还威胁他，如果不替自己打拳赛，他身边的人都活不了。但老黑依旧不为所动。丧彪气急败坏地离开了，接着就派人去找老黑的经纪人强哥。小弟逮着强哥就是哭哧一下，打得他隔夜饭都吐出来了，然后抓起来直接扔了出去。正要送他去西北的时候，好在老黑及时赶到，他卸掉一名小弟的枪，将几人全部干趴下。随后他给丧彪打去电话，问他到底想怎么样。丧彪给他发了个定位，让他赶到指定位置。可这一切都是丧彪的圈套。他打电话联系了拳赛主办方，通知他们提前比赛。很快老黑就赶到地方，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就是地下黑拳俱乐部。这时他的对手卷毛也来了，看着对方都拿着枪，老黑知道不打也要打了。比赛正式开始，2人你来我往，见招拆招。卷毛不愧是格斗大师，在老黑这样的顶级高手面前也丝毫不落下风。卷毛也觉得他是个对手，脱掉了西装外套。随后2人又开始比腿法，这下卷毛的弱势显现出来了，
尽管他不停的还击，可还是被老黑绊倒在地。等卷毛起身后，老黑虚晃一招，再接一头，再次将他放倒。此时的卷毛已经有点懵了，但他依旧不死心。老黑紧接着又是咔咔2拳，卷毛当场破防，跟着又是一勾拳，再用香港脚压住他的肩膀，一个翻滚落地，将卷毛压在了身下。可没想到老黑突然拍地投降，他就是要丧彪输钱。卷毛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赢了，丧彪气得差点吐血，500万就这样打了水漂。他抄起40米的大刀就要拼命，可他这技术也太菜了，挥了300多刀全部砍空。台下的富豪给老黑扔了一把剑，老黑当众秀了一波操作，然后随手扔掉。丧彪都被看懵了，老黑只用剑鞘，攻击性不大，侮辱性是真强。丧彪根本招架不住老黑的攻击，刚站起来就被放倒，最后被老黑一招给废掉左手，疼得他嗷嗷直叫。这时警笛声响起，老黑赶紧撒腿就跑。故事的最后，铁柱的妻子和儿子团聚，老黑告别了他们。强哥想留下他，给他安排比赛赚取马内，但被老黑拒绝了。他的使命已经完成，可现在却被人陷害入狱。刚进来的第1天，狱警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，逼他用冷水洗澡。老黑哪里受过这种气，骂骂咧咧的对他们问候了一番。几名狱警想上来教训他，老黑却丝毫不从，随便几招就把他们给放倒在地。为首的狱警赶紧按下警铃，老黑这才乖乖的洗了起来。点赞关注的人以后都会报复，可他为何会沦落至此呢？原来这是一所格斗监狱，一直在举办黑拳比赛，通过直播的方式吸引外人下注。头号选手是这个叫博伊卡的男人，他体格强壮，身手敏捷，从未尝过一次败绩。就算是5比1的赔率，依然没有人买他输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博伊卡干净利落地解决了对手，买他赢的人都狠狠赚了一大笔，唯有幕后老板丧彪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些钱都是他赔的，他必须要找个人来打败博伊卡。于是他看中了拍广告的老黑，老黑是前世界重量级拳王，他安排小弟潜入老黑的房间，在他的行李中塞了一包面粉。很快老黑就被警察抓获，稀里糊涂地进了监狱。世界拳王的到来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博伊卡也气势汹汹地走过来，两个人相互对视，都感觉到了对方的杀气。狱长找到老黑，希望他能参加拳击比赛，但他却不同意，他认为自己是被陷害的，很快就能出狱了。在他回监房的途中，被博伊卡的小弟泼了一身不明液体，老黑气得当时就要送他去西北，好在被狱警及时拦下，小弟这才逃过一劫。到了午饭时间，老黑来到食堂，找了个位置坐下准备干饭，突然所有人都站起来，原来是博伊卡来了。室友劝他赶紧起身，但老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博伊卡使了个眼神，一名小弟立刻走过来，想要给老黑一点颜色瞧瞧。老黑按住他的手，跟着一炮子让他暂时隐恨西北。然后他端起一杯水，走到博伊卡面前，往里面吐了口千年老坛，直接泼在他的脸上。一旁的众人都惊呆了，博伊卡瞬间暴怒，冲上去就要和老黑玩命，接着一把将老黑扑倒，两人开始扭打起来。狱警急忙上去阻止，这才把两人给分开。事后博伊卡还不解气，发誓要在擂台上干掉老黑，但老黑从没想过和他打，他现在只想离开监狱。可狱长和丧彪有勾结，如果他赢不了拳赛，根本不会放他出去。为了让老黑同意比赛，狱长让博伊卡的小弟故意闹事，但这几人根本不是老黑的对手，没一会的功夫就将他们全部放倒。博伊卡见小弟被揍，觉得丢了面子，他又去找老黑的麻烦，两人一言不合又要开干，但再次被狱警拉开。随后狱长找了个理由把老黑绑起来，并威胁他不打比赛就走不出监狱。可老黑依旧不肯妥协，于是就被送去下水道，让他干铲屎的工作。老黑身为世界拳王，自然不会干这样的活。气急败坏的狱警拿出小刀威胁他，这时过来一个坐轮椅的老头，两句话就让狱警放开了他。老黑知道老头不一般，听人劝吃饱饭，他只能乖乖地做起铲屎官。但狱长并没打算放过他，晚上将他关进了恐怖的水牢里，这里散发着阵阵恶臭，还有老鼠在水里游来游去。老黑在里面被冻得瑟瑟发抖，好在老头给他送来了一碗汤，又给了他一块面包。老头劝他面对现实，现在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不久后，老黑被放了出去，还为他准备了一顿大餐。这时幕后黑手丧彪露面了，丧彪也不废话，直言自己能让他进来，也能让他出去，但前提是必须打败博伊卡。而他的经纪人也来了，原来经纪人也被丧彪收买。老黑顿时就来了脾气，但几把枪立刻对准他，他也只能妥协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开始积极备战，而室友则作为他的陪练。几天后，比赛正式开始，随着铃声敲响，两人便开始相互试探。随后博伊卡率先发起攻击，但都被老黑轻松躲开。此时老黑抓到破绽，咔咔就是一顿组合拳，跟着上去又是一顿猛锤，一拳接一拳，拳拳到肉，打得博伊卡毫无还手之力。最后一记勾拳，连牙套都给打飞了，博伊卡也应声倒地。本以为比赛就此结束，谁知他又站了起来。这次博伊卡没再轻敌，使出了自己犀利的腿法。老黑专攻拳击，对博伊卡的腿法有些招架不住，被逼在角落里一顿输出。随后被他一个过肩摔放倒在地，他刚站起身，
就被博伊卡一个制空二段踢，打得他猝不及防。好在第1回合结束，老黑稍作休息，顺便喝了一口水。很快第2回合开始，老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，出拳也软弱无力，博伊卡仅用一记回旋踢便将他放倒，再也没能站起来。等他回到间房时，室友已经上吊自杀，原来是室友在他水里下了药。气愤的老黑找到博伊卡对峙，但博伊卡也是一脸懵，因为他对此并不知情。这时监狱长进来了，他答应放老黑出去的事也反悔了。老黑气急败坏地给了他一拳，而博伊卡也查出是他小弟下的药，二话不说直接让他饮恨西北。他不屑于用这种方式赢得比赛。另一边丧彪再次找到老黑，告诉他是自己安排人下的药，所有人都买你赢，所以你必须要输，如果想出去就要再打一场，但这次必须要赢。迫于无奈，老黑只能答应。他提出这次不能给任何人下药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老黑开始疯狂训练。这天老头找到他，提出可以帮他破解博伊卡的腿法。原来他以前是一名军官，负责教人格斗技巧。在老头的指导下，老黑的格斗技术突飞猛进，还教了他一个用来对付博伊卡的绝招。而博伊卡也没有松懈，一直在不停地加紧训练。转眼间就迎来了2人的终极对决。丧彪也亲自前来观战。随着铃声响起，博伊卡上来就是2脚接正踢，都被老黑躲开。老黑随后开始反击，一脚踢中了他。博伊卡也不甘示弱，继续发起攻击。2人打得有来有回，谁也没占到半分便宜。到了第2回合，这次老黑主动进攻，为了不让博伊卡使出腿法，他选择近身缠斗，可还是被对方找到机会，一个顶膝，接着将他摔倒在地。趁他刚起身，赶紧接上攻击。虽然并未伤到老黑，但再次架住了他，又一次将他摔倒，并锁住了他的右腿。老黑拼命翻滚，却依旧无法挣脱。好在第2回合结束，老头告诉他，如果还不使出杀招，你就别想离开。这句话点醒了他。第3回合，老黑针对博伊卡的腿法展开攻击，用拳头对上他的腿。很快博伊卡就毫无还手之力，跟着一记顶膝牙套都给他打掉。博伊卡还想反击，被老黑抓住右腿掐住脖子，一个过肩摔将他放倒，将他的腿扛在肩上。此时他想起老头教他的绝招，接着用尽全身之力，生生废掉了博伊卡的右腿。老黑赢得了比赛，丧彪也赚得盆满钵满。他信守承诺放出了老黑，还给了他一笔钱作为报酬，但老黑却把这笔钱给了狱长，以此换取了老头的自由。他是监狱格斗之王战神博伊卡，因其犀利的腿法称霸整个擂台，可如今却沦为厕所清洁工，只因他在一次比赛中被人废掉右腿，但他从未放弃过。为了重返擂台，他一直在偷偷训练。通过观察发现，新一届格斗王小胡子的打法凶狠，就算对手无力再战，他也要狠踩一脚将其废掉。但这反而激起了博伊卡的斗志，开始更加刻苦训练。直到这天时机终于成熟，他剪掉满是污垢的长发，来到赛场泼了小胡子一盆脏水，放出狠话想要挑战他。小胡子对他一脸不屑，狱警也准备将他拖走。经纪人丧彪念及旧情，允许他去打一场。博伊卡脱掉上衣，露出一身腱子肉。比赛开始，博伊卡不停闪躲，想要适应比赛节奏。他找准机会一拳打在小胡子脸上，打退了他好几米，跟着上去就是连续3脚。小胡子还想还手，博伊卡赶紧又补上2拳，彻底将他打懵。最后一记凌空飞踢结束了战斗，整个监狱都为之沸腾。曾经的战神又回来了。赢下比赛之后，博伊卡被转移到另一所监狱，这里有来自8个不同国家的格斗冠军。原来这所监狱正在举办世界格斗大赛，囚犯赢得比赛便能获得自由。很快8进4的比赛开始了，众多富豪赌徒来到监狱，为自己喜欢的拳手下注。这场是由美国选手小黑对阵克罗地亚酱油哥。虽然小黑上来就被对手压制，但光听名字你们就应该知道谁赢谁输。小黑飞身一记重拳，外加一记右勾拳，放倒对手获得胜利。随后第2场比赛开始，2个小起他的头发，一记重拳，跟着2腿左右开弓，最后一个旋转720度飞踢，将对手放倒在地，成功晋级4强。今天的比赛结束，而战败的4名囚犯则准备送回各自的监狱，可途中让他们下了车，说有人会来接应，结果直接派人送他们去了西北。而赢下比赛的也没有好日子，天天被派去矿场做苦力，每天也只有1小时训练时间。但强哥却是例外，躲在一旁喝茶看书。原来强哥从无败绩，狱长靠他赚了不少钱，所以待遇自然也不一样。这天他们又来到矿场干活，博伊卡憋了一肚子气，小黑还在旁边唧唧歪歪。博伊卡忍无可忍，上去就是一拳，小黑愤怒的起身，2人随即扭打起来。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，看守便过来将他们给分开。作为惩罚，2人都被关进了小黑屋，这里也没人说话，只能和对方交流。他们也因此成为了朋友。等到出来后，经纪人过来探视博伊卡，他将这里的不公平待遇告诉了他，而小黑也是激动到不行，将所受的委屈都说了出来。2名经纪人气势汹汹地找到监狱长，在这里见到了主办方。原来强哥早已被内定为冠军，主办方还告诉他们，让他们把钱压在强哥身上，保证可以大赚一笔。利益熏心的几人立刻达成一致。另一边的2人不仅没有时间训练，就连吃饭的时候也要被拉去干活。
他们知道被针对了，于是只能在干活的时候偷偷训练，每一下击打都用尽全力，搬起石头往后扔，以此增加自己的臂力。趁狱警不注意，偷偷做起俯卧撑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两人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近。不久后，半决赛开始了。这次博伊卡对上巴西长毛，长毛不讲武德，趁着碰拳的时候搞起偷袭，这一下惹怒了博伊卡，下手也是毫不留情，最后将长毛摔倒在地，牢牢锁住。长毛半天挣脱不开，只能投降认输。虽然没倒在擂台上，但依旧没能逃过厄运。博伊卡的强悍让主办方感觉到威胁，而接下来由小黑对战强哥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狱长派人将小黑暴揍一顿。博伊卡看到他遍体鳞伤，知道让他参赛无异于送死，于是他产生了越狱的念头。在矿场干活的时候，他趁看守不注意，用锤子猛砸连着他和小黑的铁链，可砸了半天链子没断，锤子反倒折了。看守这时也发现了他们，但这些小咖拉哪里是两人的对手，3两下的功夫就将他们全部放倒。博伊卡拿走狱警的钥匙，给小黑解开了脚镣，小黑赶紧往山上跑去，成功的逃离了这里。博伊卡刚松了口气，就被赶到的狱警打晕。等他醒来时已在监狱里，但狱长并没把他怎么样，因为他们需要博伊卡代替小黑比赛。这时经纪人也来了，他说自己买了强哥赢，他觉得瘸腿的博伊卡无法赢得比赛。这些话彻底激怒了博伊，配角打得不亦乐乎。最后由巴西的长毛哥轻松赢得比赛。接下来轮到博伊卡上场了，他的对手是个法国人，对手率先发起进攻，博伊卡也迅速展开反击，一个下蹲将他抱摔在地，紧接着一个腾空3连踢，全场气氛瞬间沸腾。对方直接一拳加正踹，博伊卡侧身闪过，又是一个抱摔，落地后一顿猛锤，然后不停用膝盖击打，再将他翻过来扔在一旁。对方想反击，博伊卡又是2拳，接连一个飞身顶膝，一下将他给踢倒。等对方刚起身，博伊卡使出必杀技回旋踢结束战斗。最后上场的是种子选手强哥，也是夺冠的大热门。对方见他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上去就要和他玩命。强哥在躲避攻击的时候，还不忘和观众互动，后来干脆都懒得防守，任由对方拳打脚踢。等到玩的差不多了，他才开始反击。他掐住对方的脖子，直接将其摔在地上，接着又薅他。他发誓一定要拿下冠军。到了决赛的日子，人们纷纷下注，但多数都是买强哥赢。比赛开始，双方基本是势均力敌，打的是有来有回，但很快强哥灵活的优势发挥出来，逼得博伊卡节节败退。强哥抓住空档朝他猛击2拳，一时间博伊卡有点招架不住，他迅速调整战术，想要近身缠住对方，可惜不仅没造成任何伤害，反而再次被强哥一拳击中。随后博伊卡使出他引以为傲的旋风腿，但被强哥一把抓住，再次将他的右腿重创。他一脚踢开强哥，此时的他已经站不稳了，强哥一记扫腿直接将他踢下擂台，全场气氛瞬间沸腾。强哥也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突然博伊卡看到了台下的拖把，想起那段屈辱的日子，被人嘲笑为厕所之王，他不想再回到那样的生活。他用拖布绑住受伤的膝盖，重新回到了擂台上，眼神里充满了杀气。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强哥面前，抬手就是一炮子，把强哥都打懵了。随后他开始了不要命的打法，你踹我一脚，我还你一拳。面对进攻也不躲不闪，而是加倍的还回去。强哥有些慌了，想要打他受伤的膝盖，结果反被博伊卡找准了机会，所有的委屈和愤怒在这一刻全部化为力量，通通发泄在强哥的身上。最后两人同时出招，博伊卡用膝盖撞断了强哥的小腿，成功赢下了比赛。由于博伊卡的胜利，让这些大佬赔了不少钱，他们将博伊卡送出监狱，表面上是还他自由，实际上准备干掉他。就在狱长拿枪对准他时，小黑突然出现，及时将博伊卡给救了下来，而经纪人也来接应他了。原来经纪人并没有出卖他，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激发博伊卡的斗志，而他也在比赛中赚得盆满钵满。他给了博伊卡一笔马内作为报酬。下车后，博伊卡和小黑做了道别，他一瘸一拐地走在马路上，从此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他是监狱里最凶残的拳手，2.6米的身高，胳膊比大腿还粗。为了防止他发狂伤人，每次出场都要4个人紧紧拉住他。他叫强哥，光是看到他就让对手慌了神。卸下面具和脚镣，强哥慢慢走到台上，直接一脚外加2拳，打得对手一阵蒙圈，接着将对手举高高，重重地砸在擂台上，骑在他身上哭哧就是几拳，对手当场饮恨西北，比赛也就此结束。另一边，博伊卡逃出监狱后，以打地下拳赛为生，但他一直想参加正式比赛。直到这天，经纪人带来了好消息，他给博伊卡争取到了欧洲大赛的机会，只要打赢现任拳王，就能获得决赛名额。博伊卡听后非常兴奋，很快就到了比赛的日子，他抱着必胜的决心来到擂台上，对手也是虎视眈眈。比赛开始，他的对手大山上来就是一脚，紧跟着近身猛攻，一拳打中博伊卡，博伊卡也迅速反击，
他找准机会拉住对方，朝他脸上踢了一脚，对方一把将他甩开。他趁势在空中一个翻滚，接着将对方摔倒在地，人群中发出阵阵欢呼。对方刚起来又挨了博伊卡2拳，一个弹跳起身再次将他放倒，跟着哭哧就是2炮子，飞身一脚再加一个扫腿，最后一个飞膝。本以为战斗已经结束，谁知对手又站了起来，这也彻底惹怒了博伊卡。对手重重地倒在地上，博伊卡顺利地赢得了比赛。主办方也决定让他参加总决赛。可他刚走出更衣室，就看到重伤昏迷的大山。他询问医生伤势如何，医生告诉他情况很不乐观。看着大山被抬上救护车，博伊卡意识到自己下手太重了。第二天，他找到经纪人，询问大山的情况。经纪人说大山已经死了，虽然不需要他负任何责任，但他的内心却愧疚不已。他翻开大山的遗物，得知他还有个妻子翠花，他决心要弥补对方。他找到翠花工作的酒吧，里面正在举行一场拳赛，但他顾不上那么多，四处搜寻翠花的身影，终于被他发现了。博伊卡刚想和他谈谈，却被保安给拦住，随后将他轰了出去。几个小咖拉还想动手动脚，可他们根本不是博伊卡的对手，一会的功夫就将他们放倒。这时酒吧老板丧彪出来了，他很欣赏博伊卡的身手，提出让他为自己打拳。博伊卡并没答应，说自己只是来找翠花聊天。丧彪却告诉他，翠花欠了自己很多钱，谁也别想带走她。见对方人多势众，博伊卡只能离开。第二天，他偷偷找到翠花，坦白自己失手打死了她丈夫。翠花当时就怒了，一把推开他，让他赶紧离开。万分愧疚的博伊卡决定为他做点什么。他去酒吧找到丧彪，提出要帮翠花还债，但丧彪却告诉他，帮他打3场拳赛就会放了翠花。迫于无奈，博伊卡只能答应。很快，博伊卡的第1场比赛开始了。他的对手是穿蓝裤子的找打哥，这家伙看似凶狠，但和博伊卡根本不是一个级别，上来就挨了一顿胖揍。找打哥还想反击，结果又吃了博伊卡的一套连招，跟着一记回旋踢将他放倒，最后一个后空翻直接踹在他肚子上。就在博伊卡准备下狠手时，突然想起了被他打死的大山。犹豫片刻后，他松开了拳头。这一切都被翠花看在眼里。赛后，翠花找到博伊卡，她明白博伊卡是想帮助自己。在得知他没有训练的地方时，翠花将丈夫的训练室提供给他。很快，第2场比赛开始了。丧彪这个混小子不讲武德，竟然依次给他安排了2个对手。面对2人的同时进攻，博伊卡根本招架不住，只有挨揍的份。想要赢下比赛，他只能逐一击破。他尽量将2人分开，咔几拳，然后就是飞身一脚，趁着空档对着另一人又是暴力输出。可刚回过头就吃了对方一记香港脚，好在他迅速调整过来，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他刚摔倒一人，另一人空翻猛蹬，踹到了博伊卡的腰上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他看着台下的翠花，瞬间又来了力量，他将其中1人逼在角落，对着他就是一顿组合拳，接着一记飞脚将其放倒。台下看客都纷纷为他喝彩。最后他一个过肩摔，外加一个泰山压顶，成功将2人拿下。可他的腰也受了重伤，现在只要打败黄毛，就能赎回翠花的自由。不久后，第3场比赛开始，黄毛上来就一直骂骂咧咧，博伊卡直接赏了他一拳。黄毛也确实有2把刷子，逼得博伊卡节节败退。连续的攻击让博伊卡有点吃不消，他刚踹出一脚，又被黄毛几拳打倒，跟着又是一脚踹在他受伤的腰部。博伊卡挣扎着爬起身，愤怒的他迅速发起反击。不死心的黄毛已是强弩之末，被博伊卡连续3拳加1脚彻底打懵。最后一记漂亮的2连踢结束了战斗，博伊卡赢了。他终于为翠花恢复了自由身，没想到丧彪却反悔了，逼他再为自己打1场。原来丧彪花重金买通了监狱长，放出了监狱里最凶残的猛兽强哥。博伊卡瞬间就怒了，但为了救出翠花，他也只能答应。既然没有办法，他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博伊卡的攻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，用力一踹，强哥也仅后退几步。强哥也没什么格斗技巧，依靠的就是他一身蛮力。他抓住博伊卡的喉咙，直接用大脑袋顶上去，又将博伊卡一下绊倒。看着砸下来的拳头，博伊卡迅速起身给了强哥一脚，对着强哥又是一阵拳打脚踢，可依旧没有造成任何伤害。强哥回身咔2拳，接着一顶膝差点将他送走。此时裁判正在读秒，博伊卡抬头看到了无助的翠花，他用力咬紧牙关，艰难地站了起来。他尝试进行反击，都被强哥躲过，随后又挨了一拳，再次被强哥摔倒在地。他重新站起来，这次他改变战术，开始使用腿法。博伊卡发现他的头部是弱点，接下来开始不停攻击强哥的头，丝毫不给他反应的余地，很快就将强哥打破防，一记下勾拳牙套都给他打飞。
趁他还没调整过来，又是一记侧身飞腿将他放倒，跟着用脚锁住强哥，用力掰断他的手腕，让他无法反击。最后一招空翻飞踹，将他踢下了擂台。博伊卡居然赢了，他再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。没想到丧彪耍起了无赖，派人冲上擂台袭击了博伊卡。很快他被打得无法动弹，被胁迫的翠花发出哀嚎。博伊卡听到后瞬间满血复活，抢过一根棒球棍就开始反击。他正要追出去时，被楼上的小弟一枪打中。他顺势捡起地上的手枪，完成了一波极限反杀。等他来到外面，丧彪拿枪对准翠花，威胁他放下枪。博伊卡只能照做。就在丧彪准备干掉他时，翠花咬了丧彪一口，博伊卡趁机扑上去。他狠狠掐住丧彪的脖子，咬紧牙关，用尽全力，直接送他去了西北，自己也因伤势过重瘫倒在地。这时警察赶到现场，博伊卡因杀人罪再次入狱。半年后有人来监狱看他，此人正是翠花。博伊卡的行为深深地将他打动，翠花也终于原谅了他。也许他无法走出监狱，但他却重新找回了自己。他就是监狱格斗之王，战神博伊卡。